Ev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Group Query Experts GQE， 这是一种混合专家路由新方法，旨在重塑长上下文注意力机制的效率。它在 GQE 架构上实现，将查询计算量减半，同时保持精度不变。实验在2亿5千万参数模型上完成，训练了300亿个 token， 结果证明计算减半并未带来性能损失。该方法的核心思路是让查询端稀疏化，而键值缓存保持密集。通过仅激活 TopK 查询专家，大幅降低注意力算力开销，这为处理超长序列提供了高效且无损的解决方案。GQE 代表了注意力机制从全密集向条件计算的范式转变。上下文面临二次方增长与同质化分配两大困境。第一个困境是序列增长带来的二次方计算成本，序列长度增加时 ，token 交互成本呈二次方爆炸式增长。自注意力机制因此成为最主要的算力瓶颈。第二个困境是同质化的算力资源分配问题。标准密集注意力会均匀激活全部查询头，无论是标点符号还是核心词汇都获得相同对待。为何要为每个 token 支付相同的计算成本？注意力架构经历了从 MHA 到 MQA 再到 GQA 的演进。全密集 MHA 中，每个查询头都有独立的键值。对。极度共享的 MQA 让所有查询头共用一个键值。对。内存带宽优化的 GQA 将查询头分组共享键值。对。GQA 成功解决了 KV 缓存的瓶颈问题，但查询端的计算仍然是全量密集激活的。这意味着每个 token 依然付出相同的计算成本。如何进一步稀疏化 query 端成为新的挑战。混合专家模型在前馈层中已证明可按需分配算力，其路由器将输入分派给不同专家，实现稀疏激活，只激活少数专家，大幅降低计算开销。研究者尝试将这一机制引入 GQA 的注意力层，因为 GQA 的查询端仍是全量密集计算，急需优化。让查询头像专家一样，根据输入动态选择。目标是实现不仅缓存稀疏，同时计算也稀疏。这将条件计算从 MLP 成功扩展至 Attention。传统 GQA 会激活全部查询头，无论 token 是否重要，计算成本都一样。GQE 则只激活 TopK 专家。图中 Q2、Q4、Q6、Q8 保持活跃，其余关闭。KV 缓存保持完全密集，不增加内存负担。query 计算量因此减少近一半。组内路由确保精准选择，这是实现算力减半而不损精度的关键。注意力路由方案存在多种设计。MoH 保留了全部 KV 头，失去 GQA 内存优势。MoA 仅缓存一个 KV 头，力度过粗。MoHA 整体开关缺乏组内微调能力。GQE 固定 KV 缓存为4个头，继承 GQE 优势。它同时实现了组内精准路由，幅度最优。对比之下， GQE 在内存和力度上取得平衡，这是实现高效稀疏化的关键设计。输入 token 后，路由器首先评估组内概率分布，这个概率分布展示了每个专家被选中的可能性。接着执行 TopK 选择操作，这里 K 固定为1，只激活得分最高的那个查询专家并输出，未选中的专家立即进入休眠，阻断计算消耗。这种硬路由策略大幅减少了查询算力开销。每个 token 仅消耗一个专家资源，实现稀疏。组内精准路由是 GQE 实现查询稀疏化的核心第一步。硬路由的 TopK 选择本质上是离散操作。离散操作在前向传播后无法回传梯度，损失梯度被阻断，导致路由器无法学习。训练损失曲线出现剧烈波动与精度掉点。纯粹的稀疏化会让模型性能严重退化，这揭示了条件计算的核心梯度难题。路由器不知道哪个 token 需要哪个专家，必须设计平滑机制打通反向传播链路。重归一化加权槽是梯度回传的关键通道。它创建一个额外注意力槽用于加权求和。加权求和使用路由器输出的概率分布，选中专家的结果按概率加权合并起来。这个槽不增加额外的注意力计算开销，但它完美打通了反向传播的梯度链路。梯度信号得以顺畅回传至路由器组件，从而指导路由器学习每个 token 的最佳专家。始终在线的共享头是第二个关键秘方，它不受路由结果影响，始终参与计算。这一机制为训练提供稳定的注意力基线。当路由专家进行动态探索时，共享头负责锚定，它能防止早期训练因路由波动而崩溃。
共享头与路由专家形成互补关系，一个负责特化，一个负责稳定，两者协同，让模型在稀疏化下仍能稳健收敛。GQE 的输出合成由硬路由、加权与共享3条轨道构成。硬路由轨道汇集8个经 TOP-K 选中的专家输出，加权轨道通过重归一化槽为梯度回传开辟高速路，共享轨道提供一条不依赖路由的注意力基线，3条轨道最终汇聚到输出投影模块完成合成。相比基线 GQA 的16组投影维度配置， GQE 仅需10组投影维度就能实现等效表达。整个架构不仅参数更紧凑，逻辑也更加自洽。专家位总计16个，其中9个处于激活状态。激活的路由专家有8个，共享头始终计算，加权槽不产生额外计算，仅复用已有输出，激活比例 56%， 超过一半查询算力被省下。KV 缓存与 GQA 完全一致，无额外开销。GQE 实现计算减半，且内存带宽优势完整保留，精准剪裁针对查询端，而非降低 KV 缓存。长上下文场景中，注意力成本显著降低。长序列场景下， GQE 的预填充加速效果显著，加速比随序列长度增加而提升超过4000 tokens 后趋于稳定。纵轴显示加速比从 1.1 提升至接近 1.6， 在 4K tokens 以下时，路由开销占比较高。当序列长度继续增加，注意力二次方成本成为主导。GQE 跳过无效查询专家的优势被无限放大，因此它能实现 1.7 倍到 1.8 倍的预填充加速。这正是长上下文黄金加速区的特征。GQE 在3个常识推理数据集上验证了精度。测试覆盖 HalaSwag、ARC-Easy 与 PIQA， 训练预算为 250M 参数与 30B token， 其损失曲线与全量 GQA 基线基本重合，平均精度差值不超过 0.2个百分点，这表明算力减半没有带来性能损失。GQE 在长上下文场景下保持推理无损，该结果是在严格训练预算下获得的。完整版 GQE 精度达 56.04， 超越基线 GQA 的 55.86 表现。缺失重归一化加权槽时得分为 55.18， 性能大幅滑坡。仅用硬路由拼接得分 55.43， 路由器完全无法进化。这2个机制缺失都明显导致精度低于基线。重归一化加权槽成功打通梯度回传通道，共享头提供稳定注意力，基线确保训练过程稳定。二者协同使完整版 GQE 精度显著超越密集基线。稀疏化不是简单剪裁，而是聪明的路由策略。训练稳定性是稀疏架构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。损失曲线显示 GQE 与密集基线几乎完全重合，整个预训练阶段无异常损失尖峰，这得益于 ZCLP 梯度裁剪技术的引入。共享头提供的稳定锚定作用同样关键，两者确保收敛过程平滑且高度可控。路由专家的特化探索不会破坏训练动态。GQE 在稳定性上完全媲美密集基线模型。GQE 成功打破了长上下文注意力不可能三角，它完美继承了 GQA 的全部内存带宽优势。KV 缓存保持零额外开销且带宽友好，长序列下查询算力仅需激活 0.2%， 预填充阶段加速比实测达到 1.8 倍以上。独创加权槽与共享头机制保障精度完全无损，在 2.5 亿参数模型上精度差异小于 0.2。 GQE 不是在做取舍，而是一种架构升维。GQE 后续研究将聚焦3大主要方向与边界。首先，扩展每组内专家池规模，释放特化潜能；其次，与 Mamba 等状态空间模型对标分析，探索长上下文优势的深度融合路径与潜力；第三，将2亿5千万参数经验推向100亿级模型，验证更大模型下稀疏路由的稳定性与效率。这些方向决定条件注意力的实用边界。阅读原论文可获取技术细节与开源代码。GQE 为条件注意力开辟可扩展的新路径。